好，其实呢，现在在国际上大家关心的是什么？是俄乌战到目前为止会不会有一个案外案？原因是先前不是还听到说呢，俄罗斯这边有人在兵变了啊，这个呢就是瓦格纳兵团首脑普里格金呢就讲说，我要来反抗这一件事情，我要来直接冲到莫斯科，一日呢走了700公里，结果人不见了，因为突然撤退之后说是撤到了白俄罗斯，但白俄罗斯说不知道他人在哪里，下落不明。然后呢，在先前有讲说，其实呢，当他往前走的时候，普京跑了啦，或者是俄罗斯的防长绍伊古呢不见啦，被拘禁啊，等等等。但现在呢，发现俄罗斯的通讯社讲哪有啊？绍伊古现在呢正在视察乌克兰战争的俄军，那普京呢现在人也露面了。到底这整件事情的发展是什么？因为真的是一觉醒来，突然之间又猪羊变色，大家要跟上剧情。好，最新的一个发展是，原来埃尔段也就是土耳其有可能呢是在这一场帮了普京一个忙，什么意思？因为传出说，其实在白俄卢卡申科这一边曾经跟土耳其这里沟通，说要找所谓普里格金他的家人来做人质，说是因为接到这个电话，所以呢，普里格金本来要叛变的，但是后来赶紧撤了，才会往后走。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们讲到了瓦格纳军团，很多人说这个很厉害还是说他是丧尸军团？为什么？因为他的成员人数5万人以上，兵力很强大包括呢，他拥有俄系现役的武器之外，战车、飞弹、装甲通通没有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的想法都是，不是应该这个会是一个血腥的叛变或政变吗？美国的情报人员据说呢，现在事情的发展也跟他们想的不一样，看起来跟我们想的差不多他们说呢，其实原先的预测会变得很血腥，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就结束了。布林肯现在则讲了，说他的看法是，他觉得即便是这样，但是发动兵变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对普京权威的直接挑战，表示普京的政权已经出现了真正的破口了。但真的是这样吗？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你看到国际媒体或者是呢这个转译的媒体，很多人都在讲说普京要逃了啦，甚至呢还有3架的总统专机飞离莫斯科啊，然后白俄总统呢也逃跑，卢卡申科也跑了跑到了土耳其。然后我们刚刚讲了嘛，绍伊古呢说被拘禁啦，甚至还有人呢来接手啊，等等等等。但是后来卢卡申科说打个电话，他就后退了，那大家就开始不太懂这个事情的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不是说俄罗斯的士兵也直接都到了高速公路这边来做备战了吗？要正面迎战吗？为什么一通电话，而且卢卡申科应该还算是普京的小弟吧？那他有能力来协调兵变，这到底有没有阴谋论的事情？好，讲出这句话的吴契奇，他呢就讲了，说呢，其实呢，在塞尔维亚他感受到的就是外国势力很常会支持跟参与，所以他认为是不是这一次也有外国势力来支持瓦格纳的叛乱事件？他说他不想要讲到底是谁，但是他觉得总是有外国势力会卷入在这一些事件当中。好，这一次的事件呢，当然大家开始在看，美国说他没想到，以为会更血腥。那中方呢？现在呢，在事情发生之后，开始有媒体报道说，这件事情触动到他们敏感神经，甚至还讲啦，说清君侧这3个字变成了微博的禁词。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人讲说那个普里格金是普京的好朋友嘛，为什么他要这个直接冲回莫斯科？是因为他看不惯他旁边的人，要清君侧，所以才会让这3个字变成禁词。可是我们其实死去的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去查，结果发现我们同事看到清君侧还是可以查到东西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查的时候查不到呢？现在不太清楚。但是呢，有另一个讲法是，基本上这件事件会让习近平更不敢攻打台湾，原因是因为看到普京玩这么惨，那当然他就不能够轻举妄动啦。那你会问，所以中方现在都没有动作吗？没有嘛？来看看最新的一个消息是，他们的副外长呢在北京进了中国外长的秦刚，而且呢，中方外交部发出声明说，这是他们自己的内政他们支持维护国家稳定。那所以呢，真的有像这个外媒他们所分析的，说北京会害怕抗美盟友普京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没有办法掌控莫斯科吗？前 CIA 的情报员就直接讲了，说这有没有
可能会让习近平加深对美国的不信任，选择这个缓和跟西方国家的一些关系呢？会因为这个事情而让中方这一边在他自己对外关系或者是盟友关系上面出现变化吗？不知道，我们留个问号。不过回过头来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因为普里格金现在人到底在哪？说是他逃到了白俄罗斯，但是白俄罗斯说我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要去白俄罗斯，也要俄罗斯的政府做安排啊，他怎么可能自己飞过去呢？对不对？而且目前瓦格纳这个成员要做，有部分的成员他说没有参加这个所谓的正义游行的，就可以纳入国防部的国防军嘛。那有部分可能会解编因为有些是囚犯是，而且囚犯的比例还不低啊。这个西方在瓦格纳开始有动作之后，突然之间他就变成自由斗士了。那隔天突然之间发现逆转，又开始说他还是恐怖分子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戏剧性的转变24小时不到24小时，不到20，我跟你讲睡觉起来。那当然全世界最会编故事的就是我们台湾媒体了。对我跟你讲，事实上西方的媒体现在在谈的大部分是2个角度啦。第一个就是说，那这个瓦格纳解散之后，那俄罗斯打乌克兰会不会变弱？会不会变弱？那这个是不是乌克兰的机会？人家在讨论是讨论这个是。那第二个就是讨论到底对普丁的影响有多大？是。那人家讨论的是大局啊，我们台湾可以扯到中国的反应中国对美国要做让步，写小说也不要写那么多了这个事实上这个问题这个坦白讲，瓦格纳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正当性的啦他并不是像当年在造反那个共产党的像叶尔钦不是这一些你如果说西方有介入我认为是俄罗斯的反对派本来在观察这件事，那就在想说，有没有机会来跟瓦格纳合流了？OK， 因为普丁本来就是76%当选的嘛，是反对他的人本来就很多那西方能够接触的，应该就是反对普丁的那些政党相关的政治那个社会运动者那可是1天就结束了，不到1天，他们就连碰都还没有碰市长，我跟你讲那个这件事情是瓦格纳那个 Prigozhin 在6月23号晚上9点写了 Telegram，就表达不满，说什么国防军去炸他们然后他就开始走了，大概凌晨大概4点就开始走了，是普丁早上10点就演讲了，对，普丁事实上早上10点演讲之后，整个氛围就变了，叛乱。就整个一面倒向普京那边去了，因为他正当性没有那么高嘛，你只是一个佣兵集团，你说你要推翻俄罗斯政权，你到底在说什么这个又不是说像叶尔钦，或者说俄罗斯内部有组织性的反对派，或者说那个不是到国外医治，然后又送回来那一位那个是反对党的领袖嘛，这个怎么可能？不知道在说什么而且俄罗斯的武装力量超过100万，瓦格纳你再多也只有5万人而且里面有一堆人是囚犯你说你要号召俄罗斯人民起来反抗你，那联动这个整个俄罗斯内部的政变，你到底在说什么就事实上还没有到莫斯科，在离莫斯科大概200公里的地方他就停了就表示他已经知道情势不妙了嘛。所以我们问的是说，接下来这个会不会影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力？这个比较实际啦。是那部分的解编会不会引发不满还有 Prigozhin 怎么去白俄罗斯？事实上，我还看到另外一种说法，是白俄罗斯也欢迎他们去对，因为他们怕波兰去打他那 Prigozhin 如果部分的瓦格纳进驻白俄罗斯，搞不好还可以一起来协防对波兰的进攻大概是这样。是，来岳老师请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把它当成一个上课，因为我们做哲学的喜欢解读新闻嘛。是解读新闻的话呢，你不可能知道细节跟内幕了所以说是不要乱编故事。但是这里头的话呢，我们就事实来说话，这件事情非常诡异
非常诡异的话呢，目前看现在这个情况，因为还不到1天的时间就结束，从这个普利戈金开始宣布要这个进兵这个莫斯科开始，到这个普丁说他们是叛乱，然后呢就是这个达到这个整个情绪上把西方的胃口吊到最高潮啊，那个时候就不得了了。那个时候我听到有3种观念，一种的话呢就是说西方。BBC 的报道是比较温和，说普丁的这个权力好像有点问题啊。然后那个乌克兰的话要展开全面的进攻，因为乌克兰打得不怎么样嘛，所有的进攻的这个春季都打到夏季了，都还没借这个机会好好进攻一下。那大陆更不得了，还有很多人讲了安禄山啊、朱棣啊、什么清君侧啊，什么都来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什么的。好，我坦白跟大家讲，我现在看的话呢，因为不到24小时，这里面最重要，我觉得这个极有可能是一场双簧啊。这场双簧唱的话呢，因为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整个这个瓦格纳部队占领罗斯托夫的时候呢，有一张照片，一个扫地的人就没停下来扫地，然后呢那个炮口啊、枪口根本都没有打开，大家都笑眯眯的，很多老百姓都坐在坦克车上玩这个叫占领，这个非常奇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本身来讲就是说是这个普丁都没有怎么动，反而是那个卡拉罗夫就是那个车臣讲说，我来平乱，我帮你来平乱，然后也没有动所以说呢，这个基本上也没有。然后呢，第3件事情的话呢，那个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然后就出来斡旋，我还没听到他谈什么事儿，然后就结束了，然后自己就回到了瓦格纳，就回到了自己原来的驻扎部队，然后他自己的话呢，就是普里戈金的话呢，一个人就到白俄罗斯去了。我觉得的话呢，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说普丁发觉特别军事行动该结束了，现在实打实的作战，依靠这种雇佣兵的方法也不是真的方法。他用了2次雇佣兵不是只有1次那个车臣的话呢也是雇佣兵对不对？也没有正规部队来打。那这个的话呢，瓦格纳的话呢当中，他有10%几的呢，根本就是犯人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只要不要命的。然后在这个巴克穆特里面打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牺牲了很大，所以产生的这个结果，大家要了解。我可以讲，这个整个事情基本上是普丁抓权的一个过程其他这边你讲的绝大多数都不会真正的生效的。是。来，彬哥怎么看？我要很坦白告诉大家，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因为在我看来那个普里戈金绝对不是个傻瓜。自杀式的。对他会去傻到去做这样的事情，他明知道他不可能打得赢普丁的，那他做这件事的目的到底何在？那有人说卢卡申科打个电话跟他讲一讲，他就撤军了，这不是更怪？更奇怪。对啊，然后还说什么让他流亡到白俄就算了。白俄是谁的势力范围？不是一样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你留在白俄，假设你真的是叛变的话，你留在白俄，你确定你活得下去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然后他说他的家眷在土耳其，所以被埃尔段这样子，然后拿去献给普丁，所以造成这样，我一点都不相信。像普里戈金这种人，会随便让自己的把柄落在别人手上吗？如果把柄落在别人手上，他还敢发动政变，他早死吗？所以这听起来就是，我觉得从头到尾就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然后更奇怪，就是照理来说，发生这么严重的军事政变现在俄军的前线士气应该非常低落，对，那乌军应该是大举反攻，我觉得俄军应该会呈现整个战线崩溃，类似这样的状况，有吗？也没有。所以说到底在干嘛？乌克兰还说在重启谈判，对啊，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还借了个地，所以恐怕在那边发生的事情根本跟这些报道都不一样。我觉得现在非常有可能这样，因为现在这些报道太过片面零碎，所以造成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看到整个事件真正发生的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叫我去评论这个事情，还真的蛮困难的。不过每一次只要发生了类似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绿营的一些媒体就讲说，你看习近平看到就会怕，这个一定给习近平很深的教训，他一定再也不敢打台湾了。那不是很好吗？那你现在就叫蔡英文独立啊，对，你赶快叫他独立，趁这个机会，习近平吓到了，赶快让他独立啊。那蔡英文为什么没这样做？其实理由只有很简单，因为蔡英文比你自由时报聪明多了，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因为蔡英文知道你在胡说八道，就是这样。因为这整个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嘛。因为很简单，老实讲，如果我是习近平，如果我是中国大陆，我看到俄罗斯这样去打乌克兰，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只会做一种选择，就是
我不打则已，我一打的话，我绝对不会，完全不会像过去什么这个东西不打，那个东西比较客气，还放你的民生设施，马照跑，舞照票，我根本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我一定就一次打到你整个变瞎子聋子，全歼的。对，一定是这样打下去，因为你会让他担心更多的风险嘛。所以其实我老实讲，乌克兰战争如果真的给习近平教训的话，对台湾是相当不利的。怎么会有人认为是有利的呢？我觉得这脑袋真是烧坏。好，就是在战略思考上要如何来看这些事情啦。其实呢，现在回到东北亚来说呢，这大家都在讲。那战略思考上，你如何来看这些事情？原因是因为现在南韩他们的萨德系统说盖好盖满了啊。最主要呢，最新的一个发展就是他们已经通过了环评啊。那表示什么？表示之后可能就会加紧脚步，把这一些东西通通部署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激怒北京呢？就你看萨德，他现在保护的范围，虽然他讲了是要对付这个朝鲜、北韩啊，但是问题是中方这边也有大半都被框在里头，那200公里里头。辐射范围这么样的广，6年前呢，这中方就曾经气到什么有限韩令，甚至呢还有民间抵制韩货啊等等等啊，那一波是真的势头很厉害。那这一次呢，他们的讲法就是说，他们会好好的来跟中方来讨论，但是其实啦，包括什么？包括了现在在中韩先前呢，尹锡悦讲这个台湾关系就是像两韩关系一样，这样子一件事情，已经让中方这边开始的对于韩国有更多不同的看法，所以呢，传出有多家的韩国航空已经暂停部分飞往中国的航班了，因为需求好像没那么多了。那日经这边有报道说，中韩之间的关系会造成他们的销量骤减，甚至在现代他们已经卖了2间的中国工厂，所以就让他们的外长呢赶紧跳出来说，我们是没有理由跟中方来反目为仇的，所以我们会好好来沟通，战略沟通，告诉他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但即便如此，在中方他看到这些新闻，可能比较像是这样，就是呢，美澳日韩又开始要做军演了。这一场太平洋先锋军演下个月要登场。那韩联社说，他们的文武大王号已经开始出发，要去关岛了。很多人都说，这就是为了钳制中国。讲到文武大王号，他们过往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 SM-2 了，他们的这个标准2型飞弹，虽然呢，当年2022年那个时候命中率真的没有太高，现在有没有修好不知道。好，但是呢，他们持续的在告诉大家，其实在安全防务上头，美日澳韩是站在一起的。但是，在这个地图摊开来看，其实呢，在美日澳韩在这样子跟中方这边钳制的过程当中，下面会不会出现破口？因为越南现在他们的一个总理已经来到了北京，范明正，他呢现在在北京这边接受了欢迎仪式之外，在这一回他还会见到习近平、李强以及赵乐际，是7年来第1次的访华。同时呢，他们也很明确的说要谈经济，还有一带一路，加强两边的战略合作，而且是全面战略合作。因为呢，范明正过往去到了 DC 的时候，曾經有鬧過這麼一件事情。我們現在帶您來重溫一下當時這個畫面。對。Hai bên ông chưa tin cậy Nam Phi được chuyện lớn được không? Mình thì nói thêm người nhưng nó dài dòng, nhưng kể cả tôi với ông ngày xưa thế mãi tìm được tiếng nói chung. Nhưng mà thôi, nó lắm vấn đề. No filming right now, please. Social distance just for now. I don't want you to film our ears. 好，这一段画面呢，当时被流出的时候，大家开始在说，那个时候这东盟这些国家去，到底他们想讲的是什么？因为他有特别被放出来，然后呢就讲越南不怕任何人。其实呢，在过往之后，布林肯开始，他确实是对于这一些南海这里的国家有开始来加深对话，包括了他先前几天呢，上个星期也开始有跟越南这里来加强沟通。那秦刚呢，现在则是先见了他们的外长，说呢要为双边的外交优先事项来努力。那
越方这边也讲了，对华关系是他们头等优先，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在说南海的战略。原因是因为除了越南之外，还有谁？还有菲律宾啊！你看看雷根号的航母呢，现在呢，他们到了越南这边来庆祝这个越美合作关系之外呢，菲律宾这里其实呢，他们也增加了非常多的一些基地啊，这借他们来使用。那杜特地就讲啦，说在菲美军基地呢，有可能会变成他们的一个隐患，会不会让他们被迫卷入中美的冲突之中？特别是法新社的讲法说，其实呢，对这两个越南还有菲律宾曾经的敌人，面对北京呢在南海这边的主张，是不是会变成盟友这件事情？大家开始在思考过往的这些历史，包括越战等等的这一些事情，会不会影响到现在在南海这边局势的发展？那如果你再往南走一点点的话，其实现在纽西兰好，他们的总理也在中国谈的是什么？同样谈经贸。好，我们昨天讲了，希金斯他来了之后，他就直接的说对纽西兰来说，贸易就是生计，很明确的告诉你，安全事务上我们不会参加美印澳的 AUKUS。然后呢，马上包括了他们的前总理就讲啦，说其实呢，在西方跟北京有一些疏远，甚至他提到了妖魔化中国这么一件事情，就说他们呢基本上是不会走这条路子的。马上他的旁边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则是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到中方来访问？路透社就讲了，如果是的话，先前比较反华的澳洲，这将会是他们的总理2016年以来第一次的访华，谈什么？当然又是在谈这一些经济议题。回过头来要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因为呢，我们从这个地图打开来看，就会发现了，从东北亚到南海到下面这一个地方，大西洋这里呢，我们就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中方跟美方的两边较量，盟友之间的结盟都有关系。萨德现在说已经盖好盖满了，北京这里可能会有反应。这个萨德飞弹，你说是针对北韩，这没有人相信嘛？因为它那个 X 波段的雷达，事实上它就可以往中国大陆内伸超过1000公里啊。那事实上，那个《华盛顿邮报》有一个很资深的记者，就是那个巴布多，他写过一本这个川普任内叫做《恐惧》了啊，在写那个决策内幕，他就直接点这个事情啊。他说那个时候决定要装萨德飞弹在南韩，事实上根本就是为了美国。为什么呢？因为 X 波段雷达可以测到中方所射的洲际飞弹，可以使得美国增加7秒钟的预备时间。这个是他的内部直接写出来的啊，这个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北韩根本不可能需要用到萨德飞弹去防御嘛，他用高射炮就可以直接打你了啊！所以我觉得南韩自己要想清楚了，他要不要变成美国的一个军事的棋子了啊？那另外就是这次我们说越南总理这个范明政啊，对，范明政是在阮春福被反腐败打下来之后接上去的啊。那他是清化省的，他是中北部的一个省啊。那越南事实上越北就跟中国关系越好，那越南啊就基本上跟美国比较好。啊，那范明政就是跟他现在那个总书记阮富仲一样，都是跟中国比较友好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对照组啦。现在越南总理跟纽西兰的总理都要去参加夏季达沃斯嘛，在天津嘛，对不对？那越南就是对比菲律宾嘛，就菲律宾你明明已经做完了经贸布局了，结果卡在美国的军事啊。那纽西兰一样啊，他跟中国大陆就是对比澳洲啊，澳洲也想要恢复经贸啊，也是卡在军事啊，所以我是觉得你就可以看到越南跟纽西兰现在跟中国大陆的经贸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收获了，因为北京也要秀出来说，你菲律宾你看清楚啊，你实际上跟我，如果你不要去扯那些政治军事有的没的，我们经济上可以做很多啊。那纽西兰也是一样，就是他就丢给澳洲看的啦，就是澳大利亚你没有必要再去搞那些 AUKUS 有的没的。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大概会凸显这两个国家这次去访问中国大陆的收获了。所以这个听亮哥讲完之后，可能在这一次的这个夏季论坛当中会有这个实验组跟对照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好，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请专家解析。
好，在上一节当中呢，这个亮哥告诉我们了，其实现在在讲这个菲律宾，在讲越南，在讲澳大利亚，在澳洲以及纽西兰，某些层面上面，你看看他跟中方的一些相处，好像有一些对比。来，岳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纽西兰的总理啊，就是说了一句话了，就是贸易就是生计啊。那这个是硬道理了。至于说是这个拉帮结派啦，就是念及以前的关系啦，什么奥库斯啦，什么四方联盟啦，又是什么五眼联盟啊，搞这些都没有用的啦。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讲，你看韩国的尹锡悦，他不知道是吃错药还是怎么回事，最近表现的是非常积极他积极的话呢，对日本的话呢进戏就是前嫌进气。然后对美国来讲的话呢，是这个拜登拍他肩膀唱那个 American Pie 他这个都乖乖的做了以后的结果呢，他变本加厉，现在产生的结果，我要了解一件事情因为韩国本身在东北亚的地区面临是最大的威胁不是台湾他面对的是一个比较好战的这个北朝鲜的那个朝鲜对于这个韩国本身来讲，目前情况是拉得非常紧。那他居然不为所动，而且的话呢，他不但不为所动，他是在韩国的这个支持率还上升，越来越危险的信号。然后现在的话呢，这个我不晓得是怎么样的情况下，这个韩国本身也不喜欢中国，中国也不喜欢韩国。现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来讲，我觉得他们会比较危险。但是我们应该跟纽西兰学习，纽西兰本身强调的非常清楚，虽然是五眼联盟，虽然是 Anglo-Saxon， 虽然的话呢，本身来讲跟美国的关系也不错。但是人家这边所做的所为的话呢，事情就是一切就是以贸易就是贸易就是他们的生计，这讲得非常清楚要是单凭这一句话呢，就了解目前为止大陆在这边所做的事情。你就说刚刚亮哥讲得清楚，你实验观察你会得到什么好处参加了什么夏季达沃斯什么这些不管怎么讲。凡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贸易、你的生计。这个事的话，绝不能搞错。你现在为了像菲律宾这样子搞的情况，菲律宾非常重要。2023年的最早先的国事访问就是小马可斯1月3号，对不对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就翻脸不认人了。翻脸不认人的感觉，你可以了解他有什么好果子吃吗？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菲律宾本身目前为止跟着美国走成这个样子的话呢，会有什么好处？越南聪明多了，越南很清楚越南大家一直替越南做多，哎呀，越南不得了，越南的基础建设都不行就动不动就是停电了，跟我们这边差不多但白天好端端的就停起电来了，这怎么投资呢？所以说呢，目前为止在发展上来讲，贸易就是生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纽西兰做得非常好，他也创造出一个格局。我最近听到布林肯接受一个访问的话呢，他们就会慢慢语调放缓，就是说我不会强迫我们的盟邦必须2选1。那么人家的讯息都已经得到了，那韩国现在还要执意的2选1，我不晓得他们到底怎么想的。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要请亮哥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要请彬哥帮我们总结。我一直觉得韩国的战略出了严重的问题他现在努力去跟他的世仇日本修好，然后把他所有周边国家全部得罪，包括北韩，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大陆。那问题是你跟日本人的修好是真好吗？如果没有美国压在那边，日本真的会对你很好吗？所以你把自己陷入一个四面皆是仇敌的状况，这个对韩国是有利的吗？我真的觉得韩国尹锡悦的战略有问题。但是以目前南韩的制度来看，除非尹锡悦像朴槿惠一样做到一半就被抓走，不然的话，他大概会持续这个政策到他卸任。还有3年多。对，还有3年多。我觉得大概未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概至少在他任内，大概韩国都会维持这个基调，因为尹锡悦这样做之后，他确实在南韩制度是回升的。所以他大概就政治人物都是这样嘛。我既然制度回升了，我就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可是韩国必须要想清楚一件事，比如说你们这边提到了文武大王加世宗大王这2个为什么这么低？照理来讲，韩国拿到的都是最新技术，都是美国北约这些国家提供的最新技术，为什么它的命中率这么低？因为韩国贪多嚼不烂。他当时在做世宗大王号跟文武大王号的时候，他用了太多世界各国的技术。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大家平安。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燕颖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汉斌。主持人好，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到的是，这到底是谁的问题？这又是谁的业务？好，我们讲的就是农业。农委会主委陈其仲这2天很凶就怕哈，炮火猛烈。他呛谁？他呛韩国瑜还有饶庆林这2件事情。我们就是一一来讲给你听。先讲韩国瑜，那韩国瑜说什么？说菜土菜金啊，让农民种菜像下赌一样的难预测，甚至还说韩国瑜任内这个蔬菜的均价比起来呢是差了2.71块钱，他觉得这个就是有问题的，没有好好做好事情。那怎么骂饶庆林呢？在台东县长，人家去到对岸去跟人家谈，结果他说了，你去卖这些凤梨世家很好，但是不需要自贬国格啊，甚至还说我们政府现在啊，其实到日超买的大概是每一天外销到日本有超过8000公吨，可是马上就被打脸了，原因是因为现在呢，这个郑克爽的粉专就直接讲了，他实际去看了数字，所谓的8000公吨，基本上最大出口地是不是还是香港？讲来讲去，你其实大部分的还是卖到香港去，那香港是哪里？不就是中国香港吗？不对啊，你说卖到对岸大陆去不行，卖到香港可以，这个逻辑是什么？那至于在卖这个韩国瑜这个部分，大家则讲了菜土菜金这件事情。好，林北好油这个呢，也算是农业界的人士了，他就讲啦，他说其实你就要仔细来看嘛，你说他之前当北农的时候是总经理的时候是这样，但你看看嘛，现在这个星期青江菜在北农这边4个交易日均价从27.1变成60.7。那这不就是菜土菜金吗？那你怎么不说现在的北农怎么没有发挥作用？现在北农的管事的又是谁呢？不就是你们农委会派去的人吗？会讲到北农，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今天其实在北农这里的人事改选，本来大家以为说有可能会变天，结果没有，原因是因为包括了农委会还有支持农委会的青果社董事通通都缺席了，所以导致这个会开不下去，因为没有过2/3，董事会呢先流标。好，在今天没有办法产出后来继任的董总做都不行，所以呢30号要再开会。其实在目前为止都知道嘛，在北农这里，它除了有农委会，还有台北市政府有公股之外，其他就是什么是农会，还有其他的在青果社等等的代表。那现在传出来了，台北市政府呢是要跟农会这里一起来推举，包括了前金门县长杨正吾来出任董事长，然后还包括了高雄前农业局长吴方明来出任总经理。他们就讲为什么会这样？现在这个农会总干事就直接说啦，是因为你们当时派了一个吴英玲来，什么高级实习生，结果把这边搞得一塌糊涂，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吗？北农人事案，当年的韩国瑜被大家讲说，民进党新潮流就是抢了菜摊，丢了江山，这段过往还记得吗？带您回顾。请问台北农产跟蔬菜价格高涨有什么关系？请你解释清楚。南北菜从一起串联，就是这么简单。那就请中央去抓。8个字，请中央出面去抓，农委会法务去抓。你进土城看守所前啊，我提醒你，记得把曲棍球吞下去。财务报表您看不看得懂？我有认真在学习。我来自产地，我对农业有很大的热情，然后我也有学习的心，然后我也有自信可以在这个工作上把事情做好。民众在吃的香蕉有分成2种，分别是哪2种？请回答。是芭蕉跟一般的我们香蕉，不是芭蕉。好，这个就是过往。好，因为呢，韩国瑜在当北农总经理的时候，包括了民进党的王世坚呐，还有那个时候的立委段宜康一直呛他说，北农里面有菜虫等等等。后来呢，还有个菜虫案有没有？那再来接任他的是吴英玲啊，那个时候呢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这一段过往，现在呢，又因为陈其仲他点名韩国瑜，呛韩国瑜，大家开始想到了这些往事。
不是啊，讲到这里，你就会开始思考，为什么现在在讲韩国瑜呢？韩国瑜现在是有要选吗？不是说这次是啦啦队吗？还是说这个时候讲韩国瑜是民进党在转移焦点吗？讲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就要讲了，这次选举韩国瑜没有要出来选啦但是有一个人现在很多人认为是不是蠢蠢欲动？就是郭台铭。好，现在呢，这一位刘家昌老师在上网络节目的时候，他直接讲了说，他是中华民国派，而他挺郭台铭自己出来选，甚至呢还要韩国瑜不要助纣为虐来帮助侯友宜。他说啦，确实韩国瑜你现在跟侯友宜站在一起，可能民调可以升个3到5个百分点，但他认为侯友宜就是选不上啊，所以如果跟他站一起，你会变成助纣为虐啊。这个人前立委邱毅则直接讲了，说他认为啦，他不知道侯阵营这边接受了谁的建议，一直回避9·2共识。他觉得在两岸这车上头不要向民进党靠拢，因为那就会给柯文哲一个机会。好，甚至呢，柯文哲现在他其实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他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包括了他谈重启服贸啊，然后讲说被抹黑啊，一条龙的政策等等啊，这一些反而会帮他催票，抓住民心。基层的声音是什么？基层的声音是说，其实韩国瑜先生，如果你真的要来帮这个侯友宜站台的话，有来有往，等到11月吧，不失礼。好，这一些呢，大家都可以去找，就是在我们大白话 YT 真正有网友观众来留言，甚至还有人就讲啦，说其实呢，这个各县市长就应该要效法侯市长当年很识大体，县政为主，吼吼做代志。到目前为止，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说，对于民进党来说，他们现在好好思考的是萨卡都的状态要怎么打。好，原因是因为当赖清德、侯友宜、柯文哲站在一起对比去年选举的沈慧虹、林耕仁跟高虹安的时候，有一个态势是这样啦，就是呢，当年沈慧虹他打高虹安的时候，就会发现了他怎么打高虹安的民调会越高，反而越打人气越高。可是当年林耕仁民调掉下来的时候，他也打高虹安，但结果发现了这些蓝的选票不会回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该怎么做才是现在他们应该要正视的事情？战略上头怎么样处理比较好？回过头来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陈其仲连2天炮火很猛烈，但现在呢，又把韩国瑜拿出来骂。我觉得陈其仲是在保自己的官位啦，他这个我觉得跟民进党不一定有关啦，因为民进党也没有必要现在去打韩国瑜啊。那陈其仲当然就是因为凤梨世家这个事情，让他站不住脚嘛。就说台东人家可以搞定哦，花了638天。那饶庆林县长，人家相关的还有他的秘书长去了大陆多少次去做协商哦。那他举的这2个例子上都是不通的啦。台湾的农产价格是北农能够影响的吗？因素这么单一吗？我举个例子啦，比如说他用韩国瑜当北农总经理跟那个翁正仪嘛2个人天数差不多，都1200多天啊。韩国瑜那个任内有人去做调查，大概发生了10次台风，发生了22次台风，翁正仪只发生了10次啊。所以你说哪一个台风难道不会影响农产品的人的数量吗？所以我说这个不是单一原因嘛，所以人家就立刻用非高丽菜就做例子，就给你反驳嘛所以这个就是吃饱了没事干，你知道吗？还在那边算老账那不去面对说，人家现在台东已经可以卖了，你其他县市你要不要努力一下还有他举另外的例子，被人家又打脸了，就是他说，我有卖啊，结果8成是卖到香港，对不对这个就是台湾的水果的本质嘛，因为你的水果都是热带水果。你如果要卖得很远，你就要有很好的冷藏设施，那个要投资嘛。可是我们台湾很多那个出口的，因为我去厦门看过，是东南亚跟台湾卖去厦门的水果东南亚去了泰国的，人家都是包得非常精美因为它的设备好，它是上市公司啊。我们台湾有这样的公司吗？所以你运远一点，比如说你运到新加坡、运到澳洲，基本上没有办法。所以你就只能够就近卖嘛。那还有牵涉到当地的老百姓的口感。他吃台湾水果就是容易，就是中国大陆跟香港都是，就是他们就是比较习惯，比较能够接受你的口味嘛。日本人就世家就是没有办法嘛。
所以日本的世家就是卖得不好，凤梨卖得不错。所以我说你要从这种地方才来看，你是不是相关的那个水果的出口啦，相关的冷冻设施啦等等，你是不是有协助农民来做更新，或者说规模太小，你是不是协助人家合并啊？事实上后来那个时候人家在点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台湾的那个台凤那个罐头厂竟然还设在泰国，不是设在台湾呢。所以我觉得陈其仲就是一塌糊涂啦，这个怪不得那个罗志祥会说他是超级无能嘛，叫他下台嘛。他今天就再次展现了他的无能啊。那你那个赖清德，你还不趁这个机会把陈其仲换掉，那你就继续让他去败你的票啊，把你的选票都败光嘛。现在还有6个月啊，以他那张嘴巴，每个月都还会继续讲错话，就大家等着看吧。他就是中华民国最无能的官员嘛，陈其仲，这个全台湾都公认的，公认的，你吴钊燮那个调邦交，我们还说还有外部的那个外交竞争的能力的问题，你这个不是这完全就是因为你的无能，才造成农民不断的受害嘛。然后每次的那个为自己狡辩的那个说辞都不堪一击啊，就你没有能力做到。然后为自己狡辩的说辞又不堪一击，这种官还不下台那赖清德真是恭喜你啦其实呢，我们大家也是很想知道啦，彬哥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讲饶庆林可能因为这个海峡两岸论坛嘛，对不对？那现在呢，北农改选他就去扯这个韩国瑜，但是大家怎么听怎么怪啊，就这个时候讲那个，那用意是什么？没有什么，就是推卸责任而已啊，因为他做不到这件事嘛，然后人家国民党的地方首长去谈一谈就做到，但是我也必须帮饶县长讲的话，你以为真的是去谈一下，老公就开门就欢迎进来？不是这样的，他中间经过了很多的改善，是让对岸确认了我们这个应该是可以不会再有介壳虫的问题，人家才让你进来。所以表示过去民进党一直希望你认为中国大陆是因为意识形态不让我们水果进去，结果根本不是，人家就是现在开始用相对严格的标准，用对国际产品的标准要求你，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这是不应该的事情吗？这不是本来就应该做的吗？我们这里卖东西给别人，不是也应该要符合标准吗？这不是作为一个生产者应该做到的事情吗？那问题是，饶庆林一个地方县市的首长都可以带领台东县做到，而且其他县市来观摩，结果你农委会居然做不到这件事，这才是你的职责结果你做不到，现在跟我去扯韩国瑜，他扯韩国瑜是干什么？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北农可能要被抢走了，所以他赶快又扯起那个韩国瑜出来，他希望绿营的这些人跟他头提开一起去打，可是这一次恐怕是很难的。他现在是用技术性杯葛的方式对啊，反正我就是不参加。那但是你能拖多久？而且你拖下来，只是让社会观感越来越差而已。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如果想要重蹈覆辙，我觉得我很高兴。你们再次为了抢菜摊去丢江山，那是你家的事你们愿意这样就好，我非常乐见，对，用力吧。所以陈其仲这种人出来，我是非常欣然接受。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希望陈其仲继续留下来，一直到蔡英文下台那一天，就一定要这样。而且其他这些官员一个都不要走，真的大家都不要走，就全部留下来，黄金阵容留下来继续拜票，最好把小智这些人都找回来，陈时中也找回来，对不对？这样黄金阵容就完全完美了。那我必须讲，现在当然很多人看到侯友宜的状态很着急。那蓝军有的人是认为恨铁不成钢，那也有的人认为说侯友宜可能真的不行了，我们不如换别人。这都有别的不同的想法。那刘家昌的导演可能是这种想法，那这是他个人的想法。可是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保证郭台铭出来就会上吗？谁能够保证这件事？我是不知道怎么保证这件事啊。那当然，我也必须说，侯友宜自己有很多问题，包括他到现在不愿意讲九二共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你国民党自己提出来的九二共识，结果你身为一个国民党员，你还是国民党征召的人，结果你不愿意提九二共识，那侯友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要提什么？他前两天提出来一个叫两岸一家人，那请问一下，这个到底要怎么去跟那个柯文哲两岸一家亲分辨？你们两个讲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一个两岸一家人，两岸一家亲。那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你为什么不直接讲两岸都是人？这样不是更好？大家都是人啊，是不是？我们人类社会啊，对啊，那不然两岸一家人到底什么意思嘛？
所以去创造新名词没有用，你要能够让社会大众接受，也要让对岸能够接受，因为你要以这个论点来重启跟对岸谈判，不是吗？不然的话，你提这个东西到底要干嘛？我真的不懂。所以侯友宜就是有太多的这种错误的战略。那我也必须讲，现在最近侯友宜有一些还会去攻击柯文哲，我认为是不对的。这个时候要去打赖清德，你是第3名，当然要打第1名嘛，你打第2名干什么？打第2名有什么意义？就不要跟当年这个林根人来学习就对了啊。当年林根人这样打也是一种错误啊。那现在柯文哲也是一样嘛。你现在要的是想尽办法把他拉高到蓝绿对决，变成侯友宜跟赖清德的战争，想办法去边缘化柯文哲。结果你现在偏偏打柯文哲，你们2个自己内讧，然后搞得赖清德一枝独秀，这是你希望的吗？好，来，苑老师怎么看？这个我自己啊，因为现在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叫朱凤莲啊，这个除了非洲猪瘟猪肉还不能够进口以外，凤梨跟莲雾都进口了啊。这个确确实实啊，我也很了解，就是说两岸之间呢，能够就我们卖农产品啊，他们能够进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这里面呢包含了非常多的现象，大家不要把那个焦点集中在陈其仲。陈其仲的话呢，能力强不强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他长得挺像农民的啊，他应该比较了解农业的事物。对不对？然后他现在的话呢，这个你做不到的事情的话，你就要了解以苍生为念，民以食为天呢。就是说，台东县长都做到的事情的话呢，这个不能够吃味，这不是吃味的时候。也就是说，借这个机会的话呢，讲一些客观的话，而不是在耍一些政治的手腕啊。这个政治的手腕的话，其实的话呢，我说句良心话，台湾的政治是很简单的，台湾的政治不就是这个和平吗？不就是一国吗？我们这里不是叫中华民国吗？难道你这个都不知道吗？台湾的政治在这一年2023年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开什么玩笑。那个其实我都不忍心在评论这个侯友宜的问题啊，因为他的问题跟我是南辕北辙啊。我的想法，我真的很期待能够见他一面，面授机宜啊。刘家昌讲的话是没有用的。是一种自我毁灭的道路啊，对不对？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下，你侯友宜本身那个幕僚啊，我实在说句良心话啊，你不要讲那个什么9·2共识嘛，你就讲和平嘛，你就讲说是要和平统一嘛，这不就简单吗？你就不提什么时候和平统一，不就解决所有问题吗？你这个都不敢讲，你要当什么总统？你要当我们台大教授的总统，这不是开玩笑吗？你这个连话都讲不清楚，也不敢讲，每天讲的都是否定的否定，哼哼哈哈的。你这个感觉上来讲的话呢，你现在幕僚当中，你先把你幕僚的名单公布一下吧。你的新北市市长，你都应该考虑一下，赶快出来选举，因为这个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呀。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对不对？而且的话呢，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刘家昌今天讲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在分裂。这个我不晓得这叫什么党，因为郭台铭到现在是不是国民党党员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它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你要了解刘家昌讲的概念，我最了解，他心里想什么，我最了解，是我们山东人嘛啊，我最了解他心里的想法是什么啊。就是说刚好就坐在这个郑亮的旁边了，就是特别告诉你，你自己要了解这个侯友宜，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好，我们先来看看哈，但其实呢，在现在世界的局势上头，大家呢也要放大来看，原因是因为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中之间的关系，那当然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之间的未来，都在这个地球村上嘛，对不对？大家想说现在都是地球人。